大家好，我是13安，那欢迎回到维尼改的第6章。对，还有第6章。上次第5章觉得好像画下句点，但是跑完赛道之后呢，我决定我还是想换回原厂的脚踏试试看。不是说因为脚踏后移不好用，是因为我真的想要感觉一下它的差异到底有多大。那右边这个呢，其实是我 eBay 上买的2手脚踏。那原本的呢，因为没有这个了，然后结果我买2手的，它这边有点凹到，看，它是歪的。不过因为原本的没有伤到，所以我刚把它换回来，这边拆开，把它打回去。好，那除了原厂脚踏之外呢，我还提到了单座盖嘛。那上次配的单座盖那颜色白色，我觉得不太搭，所以我后来自己去漆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不过坦白说，我自己是漆的蛮烂的啦。但现在全白，坦白说太阳照下来看不是很清楚。好，先把它装上去吧。应该还是看得出来那个色差，还有那个亮光度。光这样坐着啊，其实就感受很不一样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止滑垫呢是前车主装的，那明显它应该是要对应就是脚踏后移嘛，因为你看我抬起来的时候，我脚是在这边。当然啦，前车主可能身高跟我不太一样，但是我的话是踩这边。那我之前呢，如果是脚踏后移，然后往上的话，它根本就有点像是垫带这样子。好，等一下骑一下就知道到底差在哪里。因为之前副厂的那个脚踏后移真的非常高，所以骑的时候呢，尤其在赛道的时候，配上全身皮衣，因为脚是整个弯曲了，然后当然我膝盖这边是完全是贴到这个油箱上面这个凹槽，那样的意思就是很像我现在原厂脚踏后移，然后故意垫脚尖这样去挺着。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并不是因为脚踏后移不好，因为实际上脚踏后移在赛道上，如果你直线在冲的时候，你整个脚杖可以勾着你的油箱，那稳定性其实高很多。当然比较起来的话，如果平常这样骑乘，像我要上下班啊，或是像我现在这样有点跑山的话，其实是舒服很多啊。再来原厂脚踏后移，我记得它是比 R6 的再低一点点，可是这台车的手把配置更趴了，所以其实它在600级距里面的跑车来讲，算是非常战斗的车子啊。所以就算是原厂，其实本身还是因为我脚现在还是整个弯曲的嘛，只是没有像你要副厂那样子整个勾起来。哇，好有趣哦！我上一次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啊，对，很久没有跑山路。是在讲 Street Triple 吧，好像是我为什么要买 Street Triple， 然后我好像在那个弯道那边，然后有提到Street Triple 的孪生兄弟，就是这台 Daytona， 就没想到现在这个时候我竟然有自己的 Daytona， 真是世事难料。好，那我现在想要感受的重点就是，对，它没有像副厂那样子来的这么战斗，但是是不是其实是个很好的 compromise？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的本身原厂的骑乘姿势就已经很符合你要去杀弯，所以要是有抓到这个平衡点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继续留着，然后就用原厂的方式再骑。当然，因为我本身山路上骑很慢啊，所以我还是要到赛道上才能完全知道说，这稳定性是不是对我来讲很够用，然后不需要说还要换到副厂的。哦，哈哈哈，这边有路哦，好像我都慢慢。
OK，never mind， 他真的要过。OK， 你想去哪里？好，不要冲下来。好啦，那就我刚刚骑过来，首先这个舒适度真的大大的提升，而且不只是刚刚山路，其实我骑过来之后，走市区或平常通勤，这个明显感受得到。那真正骑车的时候啊，90%的时间都是这样坐，这样直直在骑啦。这样就算你过弯，山路上像我的话，我也是同勤这样子。那我没有说我要完全要扣到油箱这样去跑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样的原厂设置其实我觉得非常好。所以除非我真的是完全的只想跑赛道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会去装那个脚踏后移。哦，后面挡车好帅哦，哈雷！我想看他们骑过去的感觉。哦。那我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可以看说改脚踏后移是不是适合你。其实你就拿原厂脚踏，你跨上去的时候呢，你故意垫脚，对你垫脚，就感觉那个你的整个大腿被夹起来，然后缩起来的感觉。这大概呢，就大家可以体会到说，你改脚踏后移的时候那种紧的感觉，整个弯曲的感觉。当然，你不能知道过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。还有一个差异性忘了提，就是原厂脚踏那个踏感，它的摩擦系数没有说像改装品那个脚踏后移来的那么的磨。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滑一点。那我现在这样骑的话，我是觉得 OK 啦。搞不好上赛道我会觉得可恶超滑，所以想要再换脚踏后移也不一定。那么还有就是原厂脚踏后移其实是可以折叠的嘛，所以你在骑车在移车什么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容易 K 到，不然每次撞到脚踏，其实像那种副厂的脚踏后移就超痛。但这也是各有利弊的，因为有些人觉得副厂脚踏后移当做一个支点的话，有点像是防倒球的感觉，它不会说因为折下来直接伤到车子，它反而会先把脚踏后移的那个脚踏磨掉。好啦，那维尼改呢就在这边正式画下句点，接下来呢只会越来越精彩，我们之后见，谢谢大家。